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月泛星空降，躲过29岁的白鹿，却被一群角色配角勾住了。存在于神话世界里的怪奇传闻，上演着或悲或喜的爱恨纠葛。在仙侠的世界观里，有前世今生的宿命缘分，有人妖相恋的万般险阻，有师徒文学的禁忌刺激。随着故事想象力的加载丰富，现在的 IP 影视化已不局限在某个框架之下了。23年称得上是仙偶井喷的一年，年初神仙版上错花轿嫁对郎，星落凝成糖播出。深藏着身世绝密的人族公主错嫁郎君，当顽皮乖张小魔女对上清醒自持冷神君，坚韧善良俏姐姐与腹黑嘴甜三皇子纠缠。想做恶煞的夜坛角的天界是鸡犬不宁，与少点有情成拌嘴不断的冤家一对。被规定要成为贤妻良母的青葵，用自己的善心拯救了利欲熏心的尘冤界，让偏执的朝风不再沉迷在权势当中。作为经典剧集相密的姊妹篇，星落的清喜基调受欢迎。年终长相思70吉祥轮番上线，一部是发生在大荒之内的王姬成长篇章，一部是女帝与上神穿梭万年的真相之旅。年尾了，仙剑系列2部翻拍，仙剑4与其今朝相继放开预告，2部悲剧美学霸占寒假档。每部戏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但要问谁能做23年的王，那必然的把皇冠戴在长月烬明的头上。改编自高人气小说，以黎苏苏穿越500年之日为杀死魔神，改变今后世间惨剧为主线，讲述了命定神女黎苏苏与天生魔胎澹台烬的世事羁绊。罗云熙诠释的澹台烬极尽可怜，出生之前备受希冀，降世之后却被百般嫌弃。从父皇到奶娘都想取他的性命，就连自己好不容易承认的家人叶惜雾，也在大婚之夜将一枚枚钉子钉入他体内。比起肌肤之痛，被背叛的感受是更疼的。孱弱的姿态，乞怜的眼神，罗云熙将质子的悲惨命运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遇强则强，双强联手。在剧中，白鹿一共扮演了3个人物。她是背负希望的叶惜雾，是天真却被辜负的桑九，是心力交瘁仍怜爱世人的黎苏苏。欲将神女框在情爱当中，她却不只是爱一人，更爱天下人。戏内在渡劫，历经千年才获安宁生活；戏外也在挨过寒冬，被指指点点，被贬得一文不值。就连演技高光小时宜都被质疑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白鹿在经过423的暗黑浪潮后，实现了1年3爆，各种奢牌代言接到手软。结束了北上的拍摄，在白月泛星剧组，他已待了100多天。临近杀青，剧组突袭送惊喜，主创直播空降来袭。作为继招摇长月烬明后白鹿的第3部仙侠剧，他在这部戏里的状态惊艳四座。出装路程秀场，白鹿服化道韵惹人羡，直播斩大前辈温雅。在路透的概念火起来之后，演员的上下班路上少不了对脸拍的镜头，是粉丝也好，是代拍也罢，都是为了掌握艺人最真实的状态与剧组最新鲜的妆造。进组100多天，天天都被拍。在完成高强度剧集拍摄之后，还要保持好光鲜亮丽的一面。白鹿在无滤镜之下，没有留下一张丑照，足见他对形象管理的严苛自律。从曝光出来的造型来看，他的古装赛道可谓是有新意到一骑绝尘。粉蓝水墨江南小姐，麻花长辫森林精灵，冲天马尾俏皮小怪，一袭红衣舞剑侠女。白鹿就像是快穿文里的女1号，体验着不同女子的人生。最新释出的大婚妆造，光是头饰就繁复精致，梳妆打扮花费了3个小时半，星月女神的牌面起来了。服化道运好，是剧组有钱，
能撑得起来，才是演员的本事。在空降直播里，只要画面给了全景，把主创5位都框入，就能明显察觉到白鹿的头是小于在场所有人的，而且五官集中，面部留白少，锐化都不用担心。满头的珠链，发髻压得脖子酸痛，接近2小时的直播下来，他却只寥寥调整了几下，其余时间是精力充沛、活跃气氛的开心果。在座的人中，他的资历算是最深的，称得上一句鹿姐。也因为这声姐姐，她温柔懂事。主持人用网络热梗调侃主角团的姓氏，正好对应了 ABCD， 单单遗落了边缘的刘令姿。白鹿立刻接话道：“刘令姿是 F， 因为她是 flower， 夸奖她如花一样的美貌。”刘令姿听到了，尴尬瞬地化为开心。这点小细节都能注意到，难怪白鹿的高情商能冲上热搜。从招摇到时宜，再到现在的白硕，白鹿的点滴进步是大家伙看在眼里的。他会出彩是意料之中，而这3位配角到位，才是意外之喜。带路娃白切黑人摄影期待，与常华森孩子气 CP， 男方颜值跃升。CP 感是一种玄学，有的小情侣只合体了一次，观众的嘴角就比 AK 还难压了。作为白月泛星的副线 CP， 福陵与中招的扮演者带路娃与常华森在直播里不自觉地在撒糖。主持人提问常华森关于中招的印象深刻台词，男生摩挲着下巴，相当不好意思地摇晃着脑袋，磕磕巴巴地，才仿佛下定决心要表白一样，说出了那句城外的梨花开了，想和你一起去看。讲完，自己先害羞上了。没等到他羞涩过头，镜头外传来带路娃的奶音怒吼：“这是我的词，是我讲跟你听的。”常华森赶忙制止，不能剧透安慰。一场由情话归属权引发的战争，让剩下的4位吃瓜群众乐得停不下来。一个是傲娇少女，一个是纯情男孩，还都是97年生人，足够闹腾，能预想得到后续剧的正片来。这2人在花絮的互动能有多幼稚，多好嗑？福陵是白切黑，几乎与所有人都站在对立面。带路娃清纯脸蛋全是叛离，中招前期暖心，后期黑化的正道天之骄子。常华森在拿稳少年感。这2个角色的人设与2人的演艺巅峰时刻有着一定的重合。带路娃在《长相思》中挑战阿面，蛮横无理但却至纯至善。在不知道文小六是自己的姐姐之前，他对粗鄙不堪的乡村人嗤之以鼻，能如斗猴一样把文小六的好朋友摁在地上欺负，仗着枪弦会保护自己，一次又一次给文小六难堪。前期的人设相当之糟糕，要不是带路娃的这张脸，还真不出来虽然愚蠢但实在美丽的观后感。在认定小妖是自己的家人后，阿面将一切心事都讲给姐姐。别人笑话他要与其他女人共享丈夫，而只有他知道，枪弦在他生命里存在的时间太长，意义太深，他就算得不到完美，也不能忍痛去割舍。可是我没你的本事，阿面垂眸的片刻，又将自己的情感暗暗凌迟了一遍，而后修复。委委屈屈的不能释怀，带路娃太会演了。李同光的爱而不得，比起阿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喜欢上师傅的那一天开始，他的初恋就注定会以惨淡的结局收场。在朝堂之上，他能够视运筹帷幄，就算身份低微也能做着掌权梦的小王爷。可在被任如意揭穿自己的禁忌妄想后，他避无可避之于祈求垂爱的尴尬。一面是驰骋在草原上的清爽男孩，一面是被执念困住无法清醒的苦命狼。李同光是常华森的来不易的角色，是他在片场拍戏，生怕自己会被换，得知确定是自己后的一片欢喜。没有经典角色就创造高光，救儿的成功亦是常华森的骄傲。从戴着框架眼镜
知晓的投入读书的学霸，到妆容花里胡哨，也掩盖不住清新本性的男神。底子好，才经得住各种造。刘令姿东方小兰花特别，宣机未出太遗憾，神女傲气藏不住。天官赐福剧版没有上线，感到惋惜的可不止为拍摄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，想看剧的观众，还有参与其中的演员们。排在人气榜第一天官赐福，不管拍得怎么样，都必然会掀起话题浪潮。除一众男性角色外，最惜情的女角色当属宣姬。为爱固执，错爱一生，从豪气女将军到孤魂野鬼作恶一方，命也叹也。刘令姿的凌厉眼神自带征战沙场的狠劲，她的宣姬可是为数不多被赞选角还原的。长了一张傲气的脸，就算在综艺里 cos 小兰花，拿着油条都能迸发出杀意。被调侃是东方青苍与小兰花的女儿东方小兰花，刘令姿就演不来什么平凡的角色。此次以女3号的身份参与白月泛星的故事，她演神女乱珠，剧组喊劈叉了，现场天天叫她女神，刘令姿是乐得合不拢嘴的。直播里论发型的复杂性，她是不比白鹿要简单多少的。这肩膀上还佩戴着羽毛，很容易显得整个人很魁梧。而刘令姿身姿纤细，脸又瘦又饱满，盯着镜头唱歌，唱到兴致盎然处，不自觉地摇晃起来，端庄也不失可爱。总结：白月泛星大势很妙，全员颜控天堂，主角很顶，配角更是不赖。如同白鹿所讲的，这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仙侠。